朋友們，先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公司裡那套天天離不開的 AI， 有一天供應商突然跟你說，對不起，錢我不能再收了，你這邊先停一停，你慌不慌呢？如果你只是偶爾用 AI 寫2句文案，這事跟你關係不大。可如果你在公司裡靠 AI 寫代碼、審合同、看客戶數據、投廣告，那今天這期視頻說的就是你頭頂上的那根線。主角不是哪個缺錢的小公司，是 Meta。據《金融時報》報道，今年3月左右 ，Google 告訴 Meta， 他想買的 Gemini 容量給不了全部。結果呢 ，Meta 的一些內部 AI 項目被打斷了，被推遲了。很多人看到這兒，第一反應是，拉瑪是徹徹底底的不行了嗎？ Meta 又丟人了。我跟你說，這是整條新聞裡最不重要的一條。真正反常的是另一件事。Google 把一個送錢上門的超級大客戶擋了回去。朋友們，不管做沒做過生意的都知道一個道理，客戶是上帝。何況是 Meta 這種級別的金魚客戶呢？1年的賬單能頂人家一個中小型國家。一家雲公司主動跟這種客戶說，我不賣了。這在過去20年幾乎是不該發生的事。雲計算這門生意的整個承諾就是要多少有多少，彈性無限。可這一次，這個承諾當着所有人的面碎了。所以這期我不想跟你算 Meta 多沒面子，我想帶你看一個更大的問題：當有錢都買不到算力的那一天，到底誰說了算？先看第一層，《金融時報》那句話裡有個詞特別值得扣，他說 Google 是給不了了，不是不想給。這2個意思差得遠了。不想給是商業算計，給不了了是物理極限。連 Google 這種自研芯片1年砸近1900多億，全行業成本最低的玩家都撞到了牆上。這堵牆是什麼呢？是電，是变压器，是芯片封裝，是這些挖不快也变不出來的東西。這不是我瞎猜的， Google 自己的老闆在財報會上親口承認了，公司現在算力非常吃緊。他說，要是手裡的算力再多些，雲這塊的收入本可以更高。你聽一聽，一家把算力當飯來賣的公司，老闆親口說，我貨不夠賣了。這話的分量可比任何分析師的報告都重。你品品這個信號，在 AI 這張牌桌上，錢第一次被踢出了那個說了算的位置。過去你有錢就能買算力，就能上線產品，現在不靈了。決定你產品跑不跑得起來的，不再是你賬上有多少現金，而是物理世界肯不肯给你通上這個電。第2層，也是我覺得這條新聞裡最有嚼頭的地方。這件事發生在3月，為什麼拖到6月底才被爆出來呢？因為它壓根不是一條爆料，它是一份體驗報告。3月份的時候，這還是 Meta 一家關起門來的難堪事。可到了6月，所有人都看明白了，被卡住的不止 Meta 一個。這報道的價值不在於抖了誰的料，而在於它像一張 X 光片，第一次把整個行業的那處暗傷照得清清楚楚。這處暗傷就是軟件迭代的速度已經把機房通電的速度甩開了一大截。那這處暗傷到底有多深呢？給你說個細節。Google 為了把 Gemini 撐住，自己被逼到去向馬斯克的 SpaceX 高價租 GPU。一家火箭公司手裡的閒置算力，既然要被全世界最大的 AI 玩家之一的搶着用，當 Google 都這麼幹的時候，你就知道這缺口不是一般的大。所以這條新聞你別把它當八卦看，它是2026年這台 AI 機器第一次公開亮出了病灶。
你可能會問，這麼大的事 ，Meta 的股價是不是該抖一抖了呢？華爾街是不是該有大動作了呢？我建議你自己去翻翻這段時間的盤面，但我先把判斷給你。我們沒有看到 Meta 的暴跌，而這個沒暴跌恰恰是最值得琢磨的信號。為什麼呢？3個原因。第一，這是3月的舊傷，到6月 Meta 早就靠自己4月那款新模型把這塊能力補回來了一大半，傷口都結痂了，市場不會為一道結了痂的傷再尖叫一次。第二，華爾街根本沒把這條讀成 Meta 的利空，反倒讀成了 Google Cloud 的利好。你想呢？連 Meta 都得排隊搶着買，說明Gemini的容量是硬通貨，是搶手貨，這對賣方 Google 是加分。第三，也是最冷的一層，市場其實早就默認了，算力要排队，要配给，就是2026年的新常態。一件大家心裡都認了的事，再被報道一遍，自然就激不起多大的水花。所以你看，股價沒大動，不是因為這事小，是因為这事已經大到變成了空氣一樣的背景。真正的警報從來不在 K 線圖最跳的那一格，它藏在大家都習以為常，不再尖叫的那條平行線裡。那我們就得問一句了， Google 賣給 Meta 的到底是什麼呢？你以為是 Gemini 的這個模型，對吧？錯了，它真正在賣的是有限的吞吐量，是排隊的優先級，是出事時的那份責任。我跟你講個機制，你立刻就懂了。Google 雲裡有個東西叫預配吞吐量，別被這詞唬住了，它不是租給你幾台機器，而是你提前包下了一段處理能力，你買的是每秒能處理多少個 token。 同時你還買到了插隊的資格和一份白紙黑字的保障。這就像是你停車，普通調用就是你臨時開車去商場的停車場，到了現找車位，平時沒事，可一到周末高峰期，門口大牌子一亮，車位已滿，你就只能在外面繞圈，或者掉頭去別家。系統會甩給你一個代碼叫429，你就理解成門口的保安朝你擺擺手，今天車位已滿，你改天再來。停車場沒他，地皮也在，可就是沒有你的停車位置。可你要是辦了一張包夜的固定車位，規矩就反過來了，那個位置掛着你的牌子，天天給你留着，別人不能占。哪天物業要是把你的位置讓給了別人停，害你沒地兒停車，那就是物業違約，得給你個說法，得賠。說白了，臨時停車是有空位才讓你進，包夜的車位是我收到了你一整夜的錢，那個位置就得隨時給你留着，留不出我認賠。這個差距對個人是刷新一下再試，可對企業就是天塌了。廣告系統等不到文案，客服回不了客戶，代碼助手卡在了上線前那一刻，法務的合同審到一半停住，系統錢都沒壞，可你的生意已經被堵死在那了。這就是為什麼大客戶寧可多花錢，也要把車位提前包死。他們買的不是便宜，是確定性。講到這兒，我們就能往上再拉一層了。這條新聞真正改寫的是巨頭之間的權力關係。過去，模型公司能拿捏的是那些沒預算的小創業團隊，可這一次被掐住節奏的是一個平起平坐的萬億巨頭。這是頭一回，我們能親眼看見一個模型供應商能掐住另一個巨頭的產品時間表。你得想明白這意味着什麼。誰手裡攥着配額這個閥門，誰就給所有的下游定速，包括對手的定速。模型公司和雲廠商過去是你造大腦我出機器的
上下游分工。現在變了，誰能承諾高峰期的交付，誰就不只是個供應商，而是整條產業鏈的節奏控制者。他向所有人收一道看不見的過路費。Google 這一次就是那個轉着閥門的人。當然了， Google 也不是一尊有求必應的神，他手裡就這麼多算力，得在自家的搜索、自家的辦公套件、雲上的大客戶之間排排坐分果果。他能挑誰先誰後，可他變不出無限的容量，所以他握的是分配权，不是印鈔機。可恰恰是這個分配權，在算力稀缺的年頭比什麼都值錢。這裡你可能又要問了，論模型有多聰明， Gemini 在 OpenAI、Anthropic 這幾家裡未必是最尖的那一個。就算你覺得他在純智商上有些掉队了，那 Meta 為什麼還非他不可呢？這個問題問得太好了，它恰恰戳中了今天這期視頻的核心。因為在生產環境採購模型，買的從來不是榜單名次，他買的是3樣東西：夠大的容量、夠低的成本，還有夠對口的活。先說容量和成本， Google 有自家的 TPU 芯片車队，自己造自己用，单位成本壓到最低，能一次性的切出一塊巨大的專属吞吐量租給你。那 OpenAI 和 Anthropic 呢？他們自己都還在四處的租算力，自己都被產能卡着脖子。一個自身難保的供應商，拿什麼給 Meta 這頭金魚穩定供貨呢？所以 Meta 往哪走呢？它往水龍頭最粗、水最便宜的地方走，不是往那個名義上最聰明的模型走。另外再說那個對口， Meta 大量調用 Gemini 是拿來幹什麼的呢？是內容審核，是反欺詐，是廣告識別，是那種海量、重複還得看圖看視頻的髒活累活。打個比方，你用智能眼鏡隨手拍一張超市貨架，要模型立刻認出每一件的商品，這種活要的是又快又便宜又看得懂圖，不是要他去解奧數題。說白了，你不會把公司最貴最聰明的那個博士派去分揀郵件。夠用、對口、便宜、管夠，在生產線上永遠贏過那個最聰明但你買不到的。所以Gemini掉队還能被 Meta 選中，根本不是個悖論，它反而是今天這件事最硬的證據。在真實的業務裡，能交付的夠用模型正在打敗買不到的最強模型。榜單上的智商是給發布會和消費者看的。生產線上的那本賬算的是另一套。那還有人可能會問， Meta 賬上有那麼多錢，砸6000億眼都不眨，怎麼就這麼被動呢？這裡藏着一筆特別冷的賬，是 Meta 獨有的軟肋。你看 Google、微軟、亞馬遜，他們砸錢建數據中心，建完就能把算力轉手租給成千上萬的企業，賬單嘩嘩的往回流，折舊很快攤平。可 Meta 不一樣，他建的算力絕大部分是自己用的，為自家的廣告、推薦、AI 助手，同樣是花大價錢鋪跑道，雲廠商要把跑道時刻賣給外面的航空公司， Meta 的跑道大多只能自家的航班飛。這意味着他每買一張天價的芯片，那份折舊最後都得自己的廣告生意一點點的扛下來。所以你看到一個特別擰巴的畫面， Meta 可以非常有錢，也非常捨得投，可短期內他還是得伸手向外去買別人的容量。他的問題從來不是沒錢，是時間錯位。看懂這幾層，再回頭看 Meta 那6000億，味道就完全不一樣了。那 Meta 喊的最響的是什麼呢？是自主，是 AGI， 是不依賴任何人。可現實是，在生產層，他把对手的腦子焊進了自己的中枢神經，
上到對手一線流，它的路線圖就卡殼。這就是我想說的 ，AI 主權在生產層，很多時候是個幻覺。資本開支買的是未來的產能，可當對手賺了你的現在，你那個還沒通電的未來一文不值。所以以後你再看一家 AI 公司，我建議你多定一個指標，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可交付容量。用戶數告訴你有多少乘客，資本開支告訴你在建有多少機場，模型榜單告訴你飛機性能有多強。可只有可交付容量才告訴你，在最忙的那一刻，它到底能把多少真正的活穩穩地交出去。這一個指標比10張跑分表都重要。這件事對你，對每一個把活交給 AI 的人都是同一個提醒。還記得我們之前聊 Cloud Fiber 5被全球下架斷供那期視頻嗎？我說企業得把斷供這件事算進預算裡。再往前，我們聊字節年年給微軟交10億那期也說過，自研再強，外部模型短期內還是替不掉。今天這條把話說得更狠了，你依賴的那個模型供應商，現在有一個連他自己都說不動的對象，叫物理極限。你的業務連續性等於壓在了別人的分配決定上。他說給你，你才有；他說排隊，你就得等着。再講個最實在的場景，你公司用 AI 審合同，客戶下午3點等着簽，這種活絕不能因為一個限流就卡在那。可你公司用 AI 整理一批舊的客服記錄，晚幾個小時真沒事。前一種你得提前把車位給包死，後一種丟進夜裡慢慢跑就行。這兩種活要是用同一套的買法，那不叫省心，那叫埋雷。所以別人都在問 Meta 的拉瑪模型是不是徹底沒戲了？問錯了。這條新聞真正該問的是，當有錢都買不到算力，到底誰說了算？答案是賺着那個閥門的人，而那個人今天連 Meta 的錢都敢擋回去。那今天你回到公司能做的第一件事其實很小，打開你最離不開的那個 AI 工具，翻翻它的服務條款，找3個詞：限流、超額，還有 SLA， 看看你那條最要命的業務流到底有沒有保障，再順手給它列一個備用的模型。就這2步，比你多背10個模型的跑分有用的多。再往大裡說，以後你看到一家 AI 公司發新模型，別急着只看那炫酷的演示，你多問他幾個問題：他撐不撐得住大客戶呢？高峰期會不會限流呢？真限流了，誰負責呢？他有沒有備用的供應鏈呢？他砸下去的錢多久才能變成真正能用的容量呢？這5個問題比那段演示視頻誠實得多。稀缺品已經換了，過去大家搶參數、搶論文、搶發布會，接下來要搶的是高峰期的容量，是配額，是那個決定誰能先起飛的閥門。模型是飛機，算力是機場，可真正決定一條航線命運的是誰手裡攥着那張寫滿起降時刻的時間表。那屏幕前的你又怎麼看這件事呢？未來 AI 公司的真正護城河是模型聰不聰明，還是那個能決定別人能不能起飛的閥門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咱們好好聊一聊。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